政治上的对反贪污有祭出更大的这一种在司法上的有一个强力的表现的措施，我相信民众是比较有感。另外一个经济上，台湾确实有很明显上扬的迹象。各位财讯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谢金河，欢迎再度收看老谢开讲。美国的总统的大选，那么从现在开始到11月5号呢，进入最后的100天。那么在这100天当中，未来影响台湾，也影响全世界未来的政治跟经济的格局。我们今年有50年的庆贺，那我想这一次也是大家成为财讯读者最好的机会。同时也预告台讯双周刊26期，现在优惠价2280元，欢迎大家踊跃订购，也希望大家成为财讯的读者。所以今天要跟大家来好好讨论一下，在剩下的美国的总统大选100日当中呢，台湾未来的定位。我们先来看，在最近一段时间，从川普开始收出了台湾抢走了100%的美国的晶片生意，他说台湾很有钱啊，台湾应该交保护费。那从那一天开始，全球的主要的 AI 相关的公司，也包括半导体股，都出现一个大幅度的回档。在这个回合当中，大家可以看到 NVIDIA 的股价呢，从分割之后最高的 140.76， 那么现在最惨掉到 103.21， 这个跌幅达到 27.17% 啊。对 NVIDIA 来讲，辉达的市值蒸发了9420亿美元，这个是非常可怕的。美国的科技七雄在1夜之间啊，它的市值少了 2.5 兆以上，那么这样的一个下跌就可以感受到川普在地缘政治当中他所带来的巨大的杀伤力。我们现在把这段时间的美国的总统大选的发展，那么来跟大家做一个简报。第一个呢，在川普跟拜登6月27号的辩论，这一场辩论其实已经决定拜登的生死，也告诉大家81岁的拜登口齿不清，答非所问，老态毕露。这个时候呢，我想大概就注定拜登的退选。那再到7月13号，川普在宾州的 Butler 的造势呢，他遭受到枪击，川普趴下去之后呢，迅速爬起来，然后比出了战斗的拳头，刚好被拿到普利兹奖的记者拍下。这个拍下呢，头上有美国国旗啊，这个就非常像在硫磺岛美国的6个海军陆战队撑起了美国的国旗啊，这个是他们成为战斗英雄。那川普这个画面，其实在第一时间呢，他得到非常高的声望啊。有人在形容子弹要打川普，结果打到了拜登。这个拜登在这一场枪击事件之后呢，民调更加低落。到7月15号，川普直接选了39岁的 J.D. Vance 范斯来担任副总统。那78岁的川普选的年纪比他要小一半的范斯，大家可以看到范斯的崛起啊，他是在一个非常穷苦的这个俄亥俄的铁矿区，那家境非常的穷苦，他靠着自己的努力呢，最后到了耶鲁读博士。那他提名的时候呢，川普声势更高涨。到了7月24号的时候呢，拜登决定要退选，所以他也告诉大家，他说我决定最好的前进方式是交棒给新的世代，这是团结我们国家最好的方式。所以他在 X 的平台上立刻发表一篇文章，他宣布他退选。那这个退选在时代杂志呢立刻登出来一个拜登走出场，但是呢贺锦丽进场的画面。这个画面其实有非常高度的穿透性。拜登的交棒，我想让美国的选局当中啊出现一个峰回路转的情况。这一场改变呢，也等于现在告诉大家，贺锦丽是检察官出身，他碰到的前科累累的川普，两个人最后会形成什么样一个新的发展的模式呢？一方面是59岁的贺锦丽对上78岁的川普，原来川普在卖拜登的老，那么现在贺锦丽在形容川普的老，这个形式上马上有很大的改变。那贺锦丽出身，他的父亲呢是牙买加的非洲移民，他是史丹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是凯因斯理论的大师。他的母亲呢是印度南方的世家，也等于是在种姓制度当中非常高阶的。他后来是伯克莱国家卫生实验室乳癌的权威，那有很好的家世背景。那么在2020年的选战当中，他被拜登选拔为副总统的搭配的人选。那成为美国副总统之后呢，我们大家可以看到，拜登在这一次换成贺锦丽之后呢，我相信他跟川普之间的缠战可看性会更高。我们可以看到老迈的拜登碰到川普，毫
毫无招架之力。但是呢，现在看到年轻的贺锦丽呢，第一个呢，他的好感度正在逐渐上升，募款很快超过2亿美元。而最近 ABC 的民调呢，这个贺锦丽到 43%， 川普 36%， 这个民调的结果大出大家意料之外，贺锦丽的民调大幅的升高，而看好度呢现在也大跃进。这个大跃进以后呢，大家都关注未来这场选战。10月5号要投票，美国有50个州加上华盛顿的特区，538张选举人票。那大家可以稍微算一下，加州有3900万的人口，总共有54张选举人票，怀俄明州3张，那缅因州跟内布拉斯州啊，大概都2张，所以大州跟小州有很大的差别。但是决定美国总统关键的最后的命运呢，7个关键摇摆州，那大家可以看到，从宾州开始到内华达，到乔治亚，到密西根，然后呢亚利桑那，一直到威斯康星，到北卡罗来诺，这7个关键州当中啊，大家现在可以看到，谁掌握7个摇摆州，大概就注定胜选的命运。2016年的时候呢，川普赢希拉蕊，他的选举人票304对280，川普总共拿到威斯康星、密西根跟宾州啊，他最后都赢希拉蕊，所以这3个州的摇摆州翻盘，也决定川普胜选最后的命运。那这当中，这一次川普对台湾呢，他有一些疾言厉色，要台湾交保护费，也有人在推敲。在2017年的时候呢，大家看到这是鸿海的郭台铭董事长决定到威斯康星设厂，川普以当时的总统跟他共同来破土，同时在白宫有一个很盛大的记者招待会，特别告诉美国的选民重返威斯康星投资。但是郭董虚晃一招啊，他并没有真正到威斯康星投资，看起来川普是记在心上。所以我们现在来看，在过去的2016年到2020年的4年，美中贸易是一个从川普开启了一场战争。在2018年的3月呢，川普正式祭出贸易战，这个贸易战打下来之后呢，也让中国在这几年整个产业外移遭受到非常大的影响跟巨大的伤害。我们要推估了，如果川普当选，未来的世界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新的变化？第一个呢，在经济方面，川普喜欢增加关税，一般商品将来可能增加 10%， 但是呢，中国的关税如果增加到 60%， 对未来中国经济呢会带来更加立竿见影的影响，这是大家可能要高度关注的。第二个呢，川普对降税非常感兴趣，他扬言要把美国现在的企业税从 21% 降到 15%， 他说如果有困难，先降到 20%， 这个是现在在减税跟降息川普最拿手的。那川普第3个呢是要降利率，也就是现在川普经济学等同低利率跟低税收。第4个呢，他强调在美国制造，换句话说呢，在拜登时代，他给台积电的66亿美元的补贴，给三星64亿美元的补贴呢，在川普如果当选，会不会改变？这是大家可能要面对的。在未来让美国再伟大，那制造业重返美国，这是大家可能会注意到一个新的变化。那第5项呢，孤立主义，川普喜欢讲究单边，跟拜登的多边啊，好像有很大的出入。他同时扬言，只要他进白宫，他立刻终止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争。到底如何终止战争，他没有多说。但是未来这种单边主义会对未来的世界呢带来更大的影响。第6项呢，川普反对移民，在拜登时代呢，有1000万以上的移民呢涌入了美国。那川普上来的话呢，可能会对移民有更多的管制。第7点，对绿色产业啊，他更不友善，将来可能会开放更多的石油、天然气的价格，特别大力开采页岩油，那这个对油价可能会带来更大的抑制的效果。所以川普的经济学，我想这是大家对未来要更加进一步来修习的学问。那川普的竞选宣言当中啊，如果在当选美国总统，他会率先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那这个情况看起来对中国会不会带来更加雪上加霜的效果？我们大家现在可以看到，最近中国经济的调整，这个是未来大家可能要面对的。中国的经济学家洪浩在讲，中国正在面临一场比日本更严峻的泡沫经济的调整。那这个泡沫经济的调整，我相信最近全世界跟中国都站在对立面。菲律宾最近扫荡的离岸博彩业者，这个对中国其实会带来更加立竿见影
言的影响，大家都在对中国展开封锁。那美国媒体也揭露中国25%的上市公司的亏损，制造业快崩溃。如果中国的7个产业美国继续扣重税，我相信这个影响是大的。那我们最近也看到，台湾这次上海商银呢摊提6月份的呆账，它是在上海商银有 57.6% 的在香港上海商业银行的股权，香港商业银行有 3% 的上海银行的股权，在中港台3地都有很高的情眼，但是现在看起来中国景气的衰退，这一次我们看到黎智英的出庭会让大家感慨更深刻。而另外呢，美国的晶片的禁运呢，现在中国的留学生都开始走私晶片，这个也都告诉大家，现在中国在相对困窘的情况之下呢，台湾在资金大幅回到台湾的情况下，我们6月份的景气呢是对策讯号38分，有过热的迹象，所以最近股价开始回档。在最近一段时间，尽管中国经济绕境频繁，但是呢，赖总统的民调还是不断的往上升，也包括我们现在政治上的对反贪污有祭出更大的这一种在司法上的有一个强力的表现的措施，我相信民众是比较有感。另外一个经济上，台湾确实有很明显上扬的迹象，所以我想用最后巴菲特一句话来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如果你在错误的路上奔跑，也没有什么用。那台湾跟中国经济的最大的分水岭，在过去很长时间，大多数人看好中国经济，但是从2017年到现在，当大家看好中国、看衰台湾的时候呢，台湾逆向走出一个让大家惊讶的一个奇迹式的经济的复苏。最大核心是过去台湾的资金大量外逃到中国，现在从中国跑回台湾，所以台湾钱满为患，这是在台湾这一波景气上扬当中最大的指标。我想在美国总统大选在眼前的情况下呢，大家在最后美国总统大选100天当中，一定要盯住美国总统大选对未来的台湾、对世界整个世界经济跟政治带来的最大的冲击。我想也值得政府有关单位要好好去面对美国总统的改变。今天老谢开讲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大家的观赏，下周同一时间请大家继续收看。